颗爱心。可不要搞破坏，你不要搞破坏。会不会成功？会不会成功？感觉有哎，你拿起来，拿起来，我看一下有没有。给我的屁边，我想看你后面。你转过来，他屁股有一块。这一块。没有，这没有，这看起来你常用大便的裤子里面一块掉在那里。早安，早安。这是我们第3天的日本。今天天气好好，大太阳，好漂亮。我觉得大太阳配雪比较适合，因为昨天的那个暴雪真的有点太烦。我的伤已经好一半了，嘿嘿。哇，好棒哦！自己又满血出了。还没有满血。那我们今天要，我们现在移动去什么？24股雪场。对。那我现在先在附近晃一下，等下准备搭车过去。太阳好大哦，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光景。这边就刚好是札幌电视台，后面也算是一个小知名地标——札幌电视塔。有大太阳，好美哦！这雪看起来格外雪白，真的说银白色世界。他们两个在逛冲绳名产店，这边好好笑，因为这边是北海道最北边，所以刚好是最南端的冲绳会设店在这边，蛮有趣的。那会不会冲绳也有一堆北海道店？北海道名产店。护尾雪场的车来接我们了，准备离开，搭车去雪场。还在滑雪。对啊，期待。可是他还没吃到烧肉。不在想烧肉，有烧羊肉。好，就直接回。好啊，谢谢 baby。到了山脚下的一个小民宿，这里好可爱的，因为这边是有点类似传统日式的房子，然后它有一些格局，我觉得很特别，很日本小屋的感觉。对，完全就像是在那种蜡笔小新里面看到那种小山屋，超美。对对对，山形的房子。这些真的来滑雪，而且外面都是积雪，那外面积雪厚到一个，它会淹到2层楼高，我觉得好惊人。很漂亮。我们这种在南边的人，没有看过雪那么多。然后滑雪。他说不能跳，他说之前的话可以直接从2楼跳下去，好想跳下去哦。然后就挂掉。可是要怎么出来？就直接在雪堆里面挖出来，就出不来了。好美。而且我们又看得到山嘞，天气超好。有一个超像富士山。对，他说叫羊蹄山，羊蹄，后面那边很美，就在窗外而已。你起来就被看到这个山。这种是窗外的景色，大家看一下这个积雪多惊人。那上面那边就有一个天井，很日本感，好可爱啊！阳光可以这样照进来，房间不会整个暗沉的感觉。对，然后这边是放行李的地方，整个很有那个美牙的感觉，你会堆满各种杂物，然后打开就整个垮下来。对，我们现在试穿滑雪用具，这是什么雪衣雪裤吗？对，雪衣雪裤，像它这种雪衣里面，它还有再多加这个雪裙，哦，就可以防止那个雪，然后有时候跌倒雪跑进去这样。哦，所以我穿这个就可以直接躺在雪里，可以，它就是防水又透气这样子。那我们直接躺下去。没有或者去逛街，然后看到雪就直接跳。对，房间一直很跳雪。Feeling like a stranger on a foreign land, far away, far away, far away. I could get 给大家看看一个北海道的富士山，它叫羊蹄山。所以你们刚刚在房间说关呀？他们讲说24股的雪场大部分都可以看到这座山，然后大家看的就觉得说好像小的富士山一样，所以蛮漂亮的。对啊，很漂亮哎，就是你可以边滑雪边看到这个景色，我觉得不错。 the sky and I got this relief inside. Then there's no need to hide. I'm going all the way up. I'm going all the way up. 我们这个滑雪新手山之要来组装备，对，他会带我们来这边扫射我们的装备，对，好期待啊！要买我们的护躯，对，因为怕我们摔屁股超级无敌痛，我要买护膝、护臀，还有袜子，厚的袜子。然后再租一些滑雪设备。他们有讲说，在
原本是绕进来，这算一个小村落。这个地方之后，它东西就非常非常的价格2-3倍在翻，对，所以不能用一般的价值观去看这边的价格，你会疯掉。现在多贵？好，我们看一下到底多贵。这里还有说帽子，哇，帽子好贵。这帽子好可爱哦。为什么滑雪的设备都特别好看？有吗？对啊，这很帅就。应该也是要挑过吧。他说也是很怂的。进到滑雪店里面，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里面全部都是外国人，根本看不到什么日本人，连店员都外国人，所以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雪场。他先买完袜袜，然后他讲说这个袜袜是胫骨的地方会比较厚，然后比较轻。它织的方法不太一样，所以比较厚一点，对，保护你。然后我们现在来租雪鞋啊，他穿了袜子了，哇，感觉非常的刚好，很重吗？蛮重的，而且你感觉是在那种做复健的鞋子，它完全会把你盯住的，真的，对真的哦石膏。这穿起来感觉超奇怪，很像企鹅在走路，因为你不能很灵活的动你的下面的脚踝。这样走路，对啊，很舒服哎。我觉得它的那个里面很软嫩，所以踩起来蛮舒服的，还不错。现在我们来第2家雪具店采购，因为重点是我们要买可以护屁屁的东西，对，屁屁很重要，超重要的。给我的屁颠。我想看你后面，你转过来，他屁股有一块，这一块啊，没有，这尾椎的，没有，这看起来你常用大便的裤子里面一块掉在那里，有点恶心。就像骑脚车的屁。好笑，不错。慢慢往雪场移动，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滑雪，明天才要滑，现在是去找一下装备。大家看下雪场，上面像蚂蚁的人这样滑下来。In this life, 'cause we're everything we can find in another life. Take my hand and my promises, they're yours to be held, and I want you. I only 刚拍完很漂亮的照片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吃晚餐了。来吃烧肉，因为昨天他吃到羊肉，他觉得不满意，他不喜欢羊肉。吃羊肉是没办法满足那个欲望。真的，日本就是要吃对啊，牛肉、牛肉真的吗？烧肉，和牛吗而？且和不用和牛，我不喜欢和牛，要哇牛太油了，喜欢哇牛太多。一般的牛肉。好，赶快来吃晚餐。好饿了哦。 my lif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更好吃。 You're in my sight, in my mind, in the quiet and upfront out loud, in the calm in my spirit. 吃完了怎么样啊？好吃，我觉得现在可以吃。对满足了。不要自己烤了，如果不会烤的话，那还是可能要请店员烤，对啊，他们或者是想办法变好吃。来日本就是绝对要吃烧肉，要吃和牛是不是？一定要和牛。越晚越冷，现在几度啊？哇，现在超冷，现在好像-7耶，负5度。负5度哦。哇，好冷哦。我觉得日本什么烧肉都好吃。好，我们1、2、3一起吐气，1、2、3。冒烟。好，那准备回家喽。去逛一下超市。嗯，好，走。晚上先来采购一下，看有什么东西。嗯，然后顺便看，明天可以来这边买什么东西？ Yours to be held, and I want you. I only want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For the rest
当地朋友推荐这边有一间叫做奇罗奶汤，听说很多人会来这边泡汤，然后很舒服。而且票价很便宜，600元的。所以只要来20谷这边滑雪的话，就可以来这边泡汤。我们请 Vivi 跟 Darren 带我们来这边，对，泡澡。好。买泡汤的券。对啊，我看你把鼻子都用掉。你鼻子好红。我吗？这边先放个鞋子。脚底按摩区。泡汤。我们泡完汤了，太小声了，这边要小声一点啊。很舒服。这边的我刚开始以为是浴场，结果比较像真的泡汤，因为它还有室内室外，然后还有很多池子，它有点像是我们在札幌泡的那个感觉一样。札幌饭店。对啊，有点像这样，就是类似。这里会就长这样吧，就是一个大池，比较热，然后冷池，然后还有户外很漂亮。对，户外。很喜欢日本的温泉。日本这种它都维护的很好，澡堂文化都非常的健全，它维护的超好。然后我们在休息室这边，它日式榻榻米，坐起来很舒服。然后他们就可以买冰牛奶，泡完澡就喝冰牛奶。冰牛奶，为什么是喝冰牛奶？他们好像习惯，就冷的东西灌进去很爽。他们要说那种明治的牛奶要煮菜的，为什么？会这样，好像最后一批。你说小瓶的没了？对啊，玻璃罐。哦，那就喝其他的。好，我们大家准备出发买食材，吃我们日本最后的晚餐。滑完雪泡完汤来做晚餐，自己买了雪场蟹，然后还有牛肉，然后还有他们这边扇贝，还有大章鱼，这章鱼大家看多大只，超级厚的脚。对，超夸张的。然后我觉得住在这种地方找学的他们最棒的就是你可以住到那种温馨的小屋，然后你就可以找很多朋友一起住在这里面，包栋民宿概念。这种煮一锅火锅或是做寿喜烧，然后再开发喝酒，再度过一个晚上，超爽，超爽，超赞的。好期待我们晚餐。今天煮火锅。今天完全是海鲜大餐哎，很夸张。在日本买真的很便宜。对，日本海鲜真的偏便宜。你直接这样摆吧。今天的食材我看看，6000块。 6000块是有一份大闸蟹，对，还有一份海带，一整盒的海带。这是雪场蟹吗？这是大闸蟹吗？我不知道，大闸蟹很小只。哦，那就是雪场蟹，而且帮你剥好，嗯，然后超级多海鲜料。哦，对，然后我们这样5个人吃，对，我们今天自己煮火锅。哇，其实就跟朋友如果来滑雪这样包东西，晚上都会这样处理。对啊，对啊，很棒哎！就在这个客厅里面喝酒聊天吃东西。对啊，超棒。整个窗户都是雪。跟大家导览一下这次住宿好了。你看，这是客厅的地方，然后这边有个下凹式的厨房，所以我们就是走下来之后，后面有个厨房空间。这个在准备开头发，温妮妮，这个，然后这边有个小长廊。 有一些浴室、厕所啊，还有晒衣服的地方，就在这里面。大家看，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外面还是要有人铲雪，铲雪工出来，体验北海道人的生活。第2个铲雪工，这边可以让你铲雪 DIY。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个更可怕的事情，这边原本是一个地下车库往下走，可是现在全部被雪淹没了，车也出不来。在这边一个车，这里是一个车道。 所以车子应该是往下，对，是要往下，所以在北海道可能不能盖地下车库，会不会铲雪铲到疯掉？冬天不能用。我特地买那个玩具，从台湾扛过来。你看，看我成功。好，有一颗爱心，不要搞破坏，不要搞破坏，你不要搞破坏。会不会成功？会不会成功？感觉有哎，你拿起来，我看一下有没有。 好可爱哦！搞破坏了，不要搞破
都被你坏掉。我们跟这个舒服的家拜拜了，拜拜，再见，下次再见。这边是20股，对，拜拜20股。我要离开了。这边好漂亮的阳极山，下次再来。我们要搭飞机了，回台湾喽！回台湾喽，拜拜！再见了，北海道，拜拜。我们这次去滑雪的课程其实都是由 Skio 雪圈安排的。那你们这次滑雪体验，你们觉得怎么样？非常棒，我超级喜欢他们安排的行程，然后教练非常专业之外，有雪圈带我们去当地的一些景点示范的那些都非常完美，对，无可挑剔，而且还拍了很多很好看的照片跟影片。真的。对，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资讯的话，记得上他们的官网看，我们会放在底下资讯栏、说明栏这边。里面他们主要就分为2个地区，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纽西兰。对，那日本的话就是我们去的，就是像比如说二世谷啊、白马或藏王，就是它有一些可以滑雪的地方，它都有提供。可是我觉得它最棒的是，他们那一些课程呢，都是拥有当地雪场官方认证的教练资格，所以他就很能熟悉那个雪场的特殊地形，或者说什么地方特别需要注意的。对。因为大家在那边专业的教练，所以最知道这个雪场哪些地方适合新手，哪些适合老手，带你怎么滑。对，没错。那还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他们有套装，比如说你从新手开始，你不太会，对不对？对。你去那边之后，你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学滑雪。对。这个我觉得我们很需要，我们之后要不要去啊？所以可以先上初阶，然后慢慢变中阶这样。其实我们回来之后就一直很想要再去啦。对，而且它可以由官方里面，它还有跟你讲说，譬如说点下去你是什么样等级的雪道雪场，它会特别去说明。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地方。而且不用担心说，就是不用害怕说你的语言有隔阂，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配额是中文的教练。对，这最重要的，因为中文教练其实你可以马上沟通。对，不然的话，你其实你在那边当地语言你不通的话很麻烦。出事的话嘛。照片都好漂亮。对啊，所以他们还有附，就是你在滑雪课程之外，还有附说摄影的照片给你。对。就是他会帮你拍照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其实滑雪就是讲究一个帅字。很多人第一次去是为了看雪，然后就顺便就是又多了滑雪的行程。你第一次去是为了看雪？对啊，看雪。对啊，所以就是你还可以拍到跟雪的照片，很棒啊。对，好，主要这样。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赶快上他们的官网看看喽。就这样，推推。啊？为什么投我？因为为什么？我好像举错。你要举谁？现在可以换。你要举谁？我觉得应该是他。可你为什么刚想举他？